想知道男生在追求女生期间送的礼物，女生在有好感的前提下需要回礼吗？送的啥呀？需不需要回礼呢？回礼不是需要的问题，你回礼了，你对他有好感，不就加深交往的频次了吗？密度了吗？看看啊，我们经朋友介绍认识1个月了，在不同的城市，偶尔聊天也是他发起，但是呢，我又感觉不到他特别热情。线下见过4次，1个月见4次还不热情，都不在一个城市，还要多热情？再热情工作都丢了。都是他主动约的，线下他还挺多话的，还不热情，还要多热情？第一次约见面只吃个甜品，由于是我点的餐，所以我直接付钱了。第2次见面吃饭，他买了单，还送了我一个小公仔。第3次见面吃饭，被他提前买单，我只请了奶茶和电影。结束的时候送了他一个小礼物。第4次情人节当天，他赶过来送给我礼物，就回去了。情人节当天赶过来送你礼物，然后又回去了，还要多热情？我之前没谈过恋爱，所以不知道怎么把握这个度。回礼和女生买单是应该的吗？没啥应不应该的啊。会不会显得过于客气，导致对方觉得我对他没有意思？这不是客气，礼尚往来，关键是什么呢？他不就往来了吗？这不是说应该不应该，他送你个啥，你再送他个啥；他再送你个啥，你再送他个啥，一来二去，是不是？还有就是你说他对我到底有没有好感呢？没有，对我有好感，行了吧？1个月见你4次，情人节当天来回，对你一点好感都没有，对我有好感。我们之间特别客气和礼貌，没有丝毫暧昧的氛围。是啊，这跟你暧昧应该也挺费劲的吧？啊，姐妹儿，我的天哪！他跟你想暧昧起来应该得费点劲。谢谢蛋总，室友买的牛脆脆很好吃，已经加购。好的，谢谢。刚刚那个我说话声音太大，姐妹儿，对你有好感，怎么会是对我有好感呢？我刚刚说话声音大了一点啊，对不起啊，原谅我啊，感谢你的加购啊，你就给他买点牛脆脆就可以了，礼物不用太贵重啊，买牛脆脆就可以了啊，就行了。我刚说听明白了吧，姐妹儿，就是说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你不用去想那个，你先不用去想说这个礼节性问题，你先讲实用性呀。他给你送个东西，你给他回个东西，咱们这不就话题也多了吗？这一来二去不就更亲近了吗？这谈刮胡刀啥意思？已经要刮了吗？咱们晚点再刮吧，等人多了再刮吧。刮胡刀晚点再刮。给他随便送点就行了，稍微有个一来一回多见面。这男孩已经够主动了，说你再让他多主动点没什么问题，我看他挺好的，他就约你，你就赴约呗。该吃饭吃饭，该看电影看电影，对不对？姐们儿，这姐们儿，我感觉她是对这个男生是有好感的，她都说了，只是说没谈过恋爱，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感受啊，我之前没谈过恋爱，你看，所以不知道怎么把握这个度。我觉得这个女生都已经感受到她有好感，但是她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有点慌张。没事儿，你就多送送礼，然后你让她多主动。你要能听我的话呢，我再教你一个。你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你第一次谈恋爱，你又气氛始终暧昧不起来，你这样，你回头啊，你给这个小伙子
送点礼物，送完之后呢，再聊两句，在某一天结束对话的时候，你俩不都是聊日常的天吗？姐妹儿，拿笔记啊，好好学啊，好好听，好好学，拿笔记下来。精品小班，你俩不就是日常谈天嘛，吃个啥，喝个啥，怎么着，这啥就比较无聊，比较枯燥。然后一般结束的时候是晚安，晚安，两个晚安发完，5分钟之后，你已经跟他说过晚安了，5分钟之后，你再给他发去一条。你说，其实我最近咱们也这1个多月以来，我有一些小困扰，想问问你，你睡了吗？大概率没睡吧。然后说没睡，怎么了呢？然后你说我确实是以前没谈过恋爱，你说别的男生女生天天这么聊天，也是像我们这样吗？哎，你说他们都是怎么聊天的呀？你知道吗？大概吧，你领会跟歌词大意，自己发挥吧啊。7啊，感谢 7送的礼物，咱还4分钟发券。明白了吧，姐妹儿？大概是这样呗。你要不就说的再直白点，你说咱这聊半天怎么暧昧不起来呢？他们暧昧那种聊天都是怎么聊的呀？你会吗？是吧？你要说不出口，你就说别人都是怎么聊天，我挺好奇的。你觉得他们都是怎么聊天的？啊？把这些都是吧，强度给它一上。男的说我也不知道，那就可以让他，不可能啊，不可能！这个男的是一个情人节当天会买个礼物到另一个城市给这个女孩送礼物，然后送完又走的人。他就是这个女生吧，第一次谈恋爱有点紧张，这男生估计也是吧，也是稍微两个人都有点那个木，把那个窗户纸给他捅破，就行了。感谢大家，我们还有2分钟发券啊！今天那个新品挺多的，老朋友们看看新品啊！欢迎大家，感谢新来的朋友点个关注吧啊！欢迎欢迎，2分钟发过券。好，送刮胡刀没必要了吧？这刮胡刀，这还没确立恋爱关系，送刮胡刀有点怪啊。还有1分钟发券。随便送点啥，送点吃的是最不出错的。但我和他相识于书法班，他比我大1岁，是我同小学的学长，
因为我妈妈是老师，小时候我被管教的比较严格，但在书法班，因为有她和其他伙伴，我可以在练习书法之余享受自由。她有时候会捉弄我，可能那个时候是情窦萌芽，但也太懵懂。很巧的是，我妈妈成为了她6年级的数学老师，我总会超绝不经意打探她的消息。超绝可以这么用吗？我和她表达过心意，但她拒绝了。我的天哪，咱们什么时候到成年啊？我还要听你们小学的事儿，还有多久？小学毕业后，他和班里的同学来我们家做客。初中毕业又来了一回。哎，这行，这剧情发展挺快，3年过去了，我既激动又紧张，还不能表现出任何波澜。后来我才知道，他妈妈管教他也很严格。在书法班的时候，我们像2只困在玻璃瓶里互相取暖的萤火虫。2只困在玻璃瓶里互相取暖的萤火虫。后来学业繁忙，又不在同一个学校，我渐渐的放下了。可就在我读高3的时候，他出现在了我们学校组织的高校宣传活动上，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当我在学校里看到熟悉的背影，绿荫下，他身躯挺拔，连傍晚前的阳光都眷顾他。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这个人，可他猝不及防的闯入我的生活。那天我鼓起勇气想找他说话，但是等我回到班级里，同学告知我他们都离开了。就在我漫步在校园里失落不已的时候，一个男生迎面朝我走来。他已经换下了衣服，所以我没有认出他。没想到他竟主动和我打个招呼，问我最近怎么样。他的声音和3年前已经不一样了，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高中毕业后，我在微信和他提起2个人的感情，他又表现得很回避，表示我们绝不可能。这么多年了，苦果已是果。苦果已是果了，已经，这就苦果已是果了，啊？这么快就果了，啊？太快了吧？这才高3就结果了？苦果已是果。不必强求，于是我要求沪山联系方式不再留任何念想。可他还是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前2年我妈买房，他以临时安保人员的身份和我妈妈在购房大厅相遇，在父亲应酬的饭桌上，父亲的学生提起了他。就这样，每每觉得我放下所谓的遗憾和执念的时候，他的名字就会像寺庙里例行的钟声一样响起，敲动着你的烦心。你这比喻对吗？他的名字像寺庙里例行的钟声一样响起，那不就应该让你放下欲望，看淡一切，贪嗔痴爱欲如逆风之火？这怎么庙里的钟还给你把烦心敲响了？这对吗？他家和我家在同一条路的2侧。今年大年初1里发生了些不愉快，我在爷爷家躲1天，晚上走回家的路上，我鬼使神差去他家附近逛了逛，希望能偶遇他，但无果。就在我转身向家里走的时候，在十字路口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脸。天哪！对视的一瞬间我恍惚了，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人群静止了，车水马龙也静止了，红灯了呗。距离上次见面已经过去4年，4年后我们在人潮汹涌中相遇，却相顾无言。离得远呢，你大声喊呐！你说哎，他不就听见了吗？我知道他现在有女朋友，所以也不敢打扰。我也和比他更优秀的多的男生交往过，可是我还是忘不掉他，我该怎么办？你搬家呀！啊，姐妹儿，你少去那个十字路口不就行了吗？啊，少往那个十字路口逛悠。你现在就是啥呢？就是说这种暗恋的感觉，这种美好的青春的萌动，多巴胺的分泌，荷尔蒙的飘散，就这些玩意儿吧。年轻啊，身体好，
enjoy 挺好的，没事，珍惜吧。我实话实说，我劝你珍惜，过2天就啥都想不起来了。挺好的，注意安全啊！没事别搁十字路口站着，多危险的，太吓人了，注意安全。你就是比挺好的，享受吧，享受这种感觉吧。普通猫仔，感谢普通猫仔送的礼物，慢慢的也就那么回事了。你那个姐妹儿，你在吗？或者这个小卖部也处于这种状态的少年少女、少男少女这种感觉，就是没事坐那儿就开始哇，就是车水马龙，青春，就这种。买本那个校场看看啊，那个就是我少男少女的时候我写的，19岁、20岁，就那个时候写的，都一样。我那个时候也那德相啊，很正常。很正常，该说不说，我就是文笔比你好一点，但情绪是一样的啊，一样是吧？他的名字就会像寺庙里例行的钟声一样响起，巧不巧？写的就是庙里的事儿，来一本吧啊！这个19、20，这个就是青春年少的朋友们，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脸，我恍惚了，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人群静止了，车水马龙也静止了，我就是啊。我那会儿在大街上，我走哪静止，我感觉这世界就是我的舞台啊，就那种感觉吧。晚上都不用什么碰到什么喜欢的人，还不用什么听什么歌。我跟你们说一个感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人处于那个青春年少的时候，根本不需要那些东西。就走大马路上，突然路灯亮了，你的心跳都会漏一拍，会不会？都会觉得浪漫了一下，感觉年轻啊，都那样。是不是？太久远，已经忘了这种症状，挺好的，忘了也好。现在如果突然感觉心跳漏个一拍，赶紧去查查，挺危险的。窦性心律不齐，对不对？太危险了啊！这10来岁、20出头，这很正常，很正常。啊，很正常，是吧？就那种感觉。我现在只是不常这个发作了，但是偶尔还是会的，很偶尔。哎，这牙线卖挺好，是不是卖光了？还有啊，秒杀啊，朋友们，囤点吧。每个牙医应该都会让你用的牙线。
挺好，挺好。我给大家讲一个今年情人节刚刚发生的一件事吧。情人节的头几天，你情人节按周过啊，按月过。情人节的头几天，情人节之前几天是吧？还没到情人节，前面几天和好朋友去酒吧小坐，就与隔壁桌的人闲聊上了，认识了一个小男孩，聊的都是第一次见面基础社交话题，一聊还发现我和他居然是同月同日生，这不就缘分的天空了吗？就很开心的喝酒聊聊天，散了留个微信。回去之后的几天呢，就没事聊。情人节当天精彩的来了，他主动约了我，说的很直白。但是他说他没钱，我一想算了，我看你有点小姿色，又是个大学生，我不吃亏。我领他吃饭喝酒，然后去酒店开个房，他的骚操作就来了，都脱光了，他电话一直响，他就接上电话了，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说他朋友在楼下来取车钥匙，他下楼送一下车钥匙再回来。这个人啊，他就是裤衩子秋裤都没穿，套了个牛仔裤就下去了。下去之后给我发信息说啊，我得回家一趟，我妈找我。我就满脸问号了呀，我说你什么意思呢？啊，我没明白呀。他说的就是我不回来了，我问号更多了，不回来了。不回来个什么意思啊？我问他，他就不回我信息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给我发个信息，说其实刚才是他女朋友一直给他打电话，打视频电话，他不敢不接，太着急了，就撒了个谎，下楼接电话去了。我说那么请问你的裤衩子秋裤还在楼上，你都不要了吗？外头零下10几度，风中凌乱，你就走了吗？他说你帮我扔了吧。我气笑了，我的那位裤衩子秋裤男孩，你太不礼貌了。上大学不知道念的什么书，还得让我帮你扔秋裤。我劝你尊重自己，尊重他人，你太丢人了。这个情人节简直就是值得我记很久，想起来还是觉得荒谬绝伦。你很棒，让我记住了你。你的裤衩子和秋裤我帮你扔了，还好天冷。天热我都坏，我都怕你是裸奔出去。没了，姐们儿。行，心态挺好。行吧，也只能有个好心态了。但我今年刚刚上班，本来是为了不要那么忙的，找了稳定的工作，但我发现心里空，没有期待比身体忙还难受。对呀，哎，我太闲了吧，所以胡思乱想。我这一年呢，想尽办法发展各种兴趣爱好。重点来了，就在我状态处于这一尴尬适应期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小我7岁的男孩。你等一等，你对吗？你等一等，你今年刚上班，小你7岁。啊啊！我看看啊，我往下看一看，你最好是什么博士毕业什么之类的。你等等啊，我看看啊。我认识一个小我7岁的男生，他打游戏搞直播的，生活和我完全不一样，白天睡觉，晚上出动，而且情绪并不稳定，极其幼稚。我们很熟以后加个微信，经常聊天，刷礼物认识的吧？姐们儿，给人刷礼物加的微信吧？啊，一个嘉年华加的微信号吧？是不是？很熟以后加个微信，经常聊天。
他比较走心，聊天内容就是被前女友分手的痛苦难过。我不仅无法感同身受，甚至无法理解，因为我活了快30年了。哦，行，可以，你看这还好啊，小7岁，23，爱情的占比最多有10%吧，那就不少了，谈过2个都是很淡，也很短暂。比较注重个人感情感受，但是我无可救药的对这个小男生上头了，救命啊！不知道我喜欢的是他和我截然不同的生活，还是怀念曾经我20岁时的青春，或许都有。但是我真的太喜欢他了，哪怕他说有些话的时候，我真心觉得无语，但我还是深呼吸，然后用这半辈子所有耐心安慰开导，直到半小时后我耐心耗尽。我们也聊天聊了半年了吧，本来其实就这么暧昧着挺好的，我情绪价值拉满，但是因为最近家里催婚让我相亲，我深知我是一个没有勇气与家庭对抗的人，所以自己不想谈，早就做好了接受相亲的打算。但这个小男孩的出现让我现在无比抗拒相亲。现在我也不是纯粹的上头了，已经开始出现伤春悲秋、情绪波动的症状了，而且开始给他花钱买礼物了。嘿，我说什么来着？但是和他聊天玩耍真高兴，给他花钱都高兴。是啊，那肯定高兴，真老百姓啊，今儿个真高兴。也太高兴了，当然高兴，消费嘛，开心花吧，有钱你就花。但你说我能继续这么高兴吗？不能。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缓解刚上班觉得人生就到这儿了的这种偶尔但持续性的消极心理呢？你看点书啊，你一天没事除了看我直播，就是看比你小7岁的小男孩直播。你能好啊？你这消极心理啊？还有这几年真不想结婚，也不想和爸妈翻脸，不想让他们伤心，有没有什么小技巧？谢谢蛋总。唉，伤感，真的很伤感。一般来说，这种给主播刷礼物刷到能加微信，是吧？至少一个什么那玩意儿吧，什么嘉年华，什么1号什么之类的。然后呢，过程中聊聊这个，我这么说你听听是不是啊，姐们儿？聊聊这个 MCN 对自己的压榨呀，聊聊这个网友对自己的这个网暴啊，直播的辛苦啊，家人的不解呀，不支持啊，最近手头缺钱呀，平时这个你们给打赏的礼物钱都被公司拿走了呀，啊，是不是聊这些了？啊？你再给他花点钱，你再给他买点礼物。小伙子年纪轻轻，万一再有点梦想，我要打职业。唉，说你点啥好呢？你买点牛脆脆吧，花几个钱呢，姐？啊？这位少女，你搁我这儿你买点牛脆脆，你能上什么当？你这一天，我真服了你了。你要就当个消遣呐，无可厚非，是吧？
人家也是，人家就是干这个工作的，也无可厚非。但你上头就是你的不对了，啊，姐们儿，好吧？你要是就是聊个天过个嘴瘾，平时关心一下，给人家刷点礼物，买点礼物，你自己高兴。你上头上什么头呢你？是不是？聊个天完事儿了呗。这几年真不想结婚，也不想和爸妈翻脸，不想让他们伤心，有没有什么小技巧？一味的逃避有啥用啊？躲在网络虚拟的世界里，加一个远方的小朋友跟人家聊天，然后再把烦恼写成一封信发给另一个远方的老朋友，问该怎么办？现实生活你给他稍微的操作一下子，你哪怕是找份兼职呢，你干点啥不行啊？你拒绝爸妈，你也可以说你工作太忙呀。你看你现在工作也不忙，你更难拒绝了，是不是？钱那么好赚吗，姐妹？是不是？还有5分钟发券，你实在不行啊，姐妹儿，我说的你听不进去，你这样，你看他直播间的时候，你下次你上下滑一滑，一般他们都是有一个榜会给你推荐的，就是还有别的这个小伙子，别的主播，干啥的都有，跳舞的也有，干这干那的也有。你去那儿再刷点礼物，你多加几个人的微信，你聊聊天呢，你试试看呢，你感受一下呢，你对比一下呢，是不是？看开一点，是不是？你可这一个你就感觉还恋爱了，你多聊几个，感觉哦，是吧？可能就恍然大悟哦。是吧？多感受感受。这还能上头啊？这别上头啊！这怎么能上头呢？你说你要是个大富大贵，我也不劝呢。我也认识我也有这样的姐们儿，太潇洒。咱是吧？咱就普通打工赚点钱，算了，干啥呀？你这大富大贵我也不劝你。就我有一些姐们儿，就是她那个，她就是她什么，她就是走进那个直播间都是有效果的，就感觉手机都得震，就那样。就是说到谁那谁都得叫一声姐。是吧？你要说你这样，你肯定用不着我劝你。你还上头个。
这没有音乐，气势起来。感谢各位，欢迎大家的光临。我现在这不像，我得这儿带个那个必须是有线的耳机，然后这儿支一个话筒，必须插声卡，然后音乐启动必须你能听到那个拍键盘的声音，就不能是拿手摁，那个范儿就出来了。感谢，欢迎大家，欢迎各位。Ladies and gentlemen， 跟随动感的节拍。欢迎！感谢大家点关注，谢谢。但你好，请问我对男嘉宾很想肢体接触，一到线下就怂了怎么办？怎么又来一个呀？哎，那连续剧，李毅，那个连续剧怎么样了？怎么又来一个呀？我们认识3、4个月了，这期间每次见面都属于在他家喝酒、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的那种。但是从始至终，我们连手都没牵过，我不理解。特别是有一次，我都在他家留宿了，穿着他的衬衣当睡衣住在次卧。一般电视剧里这样演都是宽大的衬衣，对吧？可以当睡裙，对吧？但是非常遗憾，我穿着很合身。他比较瘦，我比较胖啊，怎么办啊？没事啊，合身说明有缘啊，合身说明合适啊，姐们儿，不要沮丧，怎么了？合身说明你们合适啊，就像和珅和纪晓岚一样合适，好不好？半夜我懒得换衣服，就这么穿着他的衬衣去客厅的厕所，结果他居然在客厅吃宵夜。吃宵夜不叫你，太过分了吧？啊，有没有地主之谊？还有客人在呢，点宵夜外卖不叫你，这男的不行啊。我们四目相对，然后他就说他转过身去了，让我去厕所。那晚也就那样过去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他是不是直的啊？我朋友说让我往好处想，他可能只是不行，但是我当时觉得他人挺好的，非常的绅士，很喜欢。但是到了后面，
越来越离谱了。比如打车的时候，他坐副驾，啊，哦，你俩一起打车，他坐副驾，那是挺离谱了。下雨的时候，他把衣服脱了搭在我头上。电视剧里不都是一人拿着一个衣角一起避雨吗？电视剧都是骗人的，也不全是啊。姐妹儿，电视剧也不全是骗人的。我自己也怂的要死，每次见他都想着这次一定要抱一下，结果是他给我打伞，我都不敢上去挽住他的胳膊。我也不懂他怎么想的。我朋友跟我说，睡衣那件事足以证明了，要不就是他不行，要不就是他对我没兴趣，也有可能是点夜宵没叫你，被抓包了那种愧疚。你往好处想，姐妹儿，就是一个人吃宵夜没叫你，偷偷吃，看你出来了，你上厕所吧，我不看。吃宵夜愧疚，有没有可能是愧疚？啊？但是我们每天电话都要打5、6个小时，哎，我的天，不烫脸吗？然后他还跟我说了他家锁的密码，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零肢体接触。我有次在地上坐着，他都不扶我起来。后面我问他，他说觉得逾矩。我是遇到了什么古人了吗？但呀，怎么办呢？我想亲亲抱抱举高高啊！你举他呀！你俩不是身材差不多吗？你给他举起来，姐妹儿。这症状怎么办呢？只能你举他了，你给他举起来，看看怎么个事儿。是不是？这咋办呢？你指望他主动是没戏了呀！你下次再在他家看星星、看月亮、吃宵夜、喝酒，还是什么聊诗词歌赋、人生理想的时候，你先换上他的衬衣，给他一点熟悉的感觉，扣子系好，趁他不注意，从他身后把这个双手往他那个胳肢窝下面，一掐，哎，举起来了。你说你爱看《狮子王》吗？你现在有没有那种辛巴的感觉？啊，库喷达，哈呀呀呀呀，啊，哈库纳马塔塔，你举他吧。那咋办呢？我也不知道该咋办呢。在家玩摔跤游戏，真有高手啊！这都被你想出来了。行，行，你俩跟人家摔跤吧。是吧？不有那个吗？就是一个毯子，上面好多圆圈那个，买个那个，就是左脚这手在哪儿，脚在哪儿，两个人的那个玩会儿那个，是吧？有那个，玩玩那个行啊。
两个人在家里阴暗爬行，在他面前跌倒，这肯定没用，很尴尬。在哪里跌倒还得在哪里自己爬起来，很尴尬，不能在他面前跌倒啊！必须就是那什么吧，你们俩摔吧。嗯，但我说句实在的啊，姐们儿，这是真把你当哥们儿了，姐们儿啊。这男的，这男的应该是真把你当哥们儿了。嗯，算了，拉倒吧。你这样吧，你听我一句劝吧，你俩都冷静冷静，你也冷静冷静，你让他也冷静冷静，就是一段时间不联系，晾他一段时间，再约你，你就说有事儿去不了，就各种推，啊，你给他结结实实整个20天吧，30天怕你接受不了，20天不见面，俩人都冷静冷静，你先感受一下自己的心有没有那么喜欢他。然后你再看一下这20天不见面，你看看他对你的态度有没有什么变化。然后20天以后再见面的时候，你感觉他还是没有任何变化，或者他问你这怎么了，你就跟他挑明了说呗。你为什么不抱我？是吧？先互相冷静一下，晾晒一段时间，感受一下。啊，都冷静冷静。别每天5、6个小时电话了，太吓人了。嗯，每天没有正事吗，姐们儿？每天电话都要打5、6个小时，这不疯了吗？不打了。你说你手机坏了，不打了。就这20天就少联系吧，就能不联系就不联系，不见面也不打电话。20天以后，他就是死活还是要见你，见一面，然后挑明了说一下，怎么个意思？真吓人，5、6个小时能聊啥呀？我天，互相给互相直播，带货呢？你敢？啊？不敢想。真吓人，完全不对啊！完全不对啊！感谢谁送我的科学报告？别打了，这电话别打了，听劝听劝，啊，姐妹儿，消停吧你。你那个手机实在你管不住，你就把我这个直播点开，你放那，把你那个微信给他退出了，管住自己。有点奇怪，很奇怪，非常怪，你们两个非常怪，3、4个月了，老在一块玩，还住他家。穿他衣服，每天电话5、6个小时，完了一点肢体接触没有，太奇怪了，必须冷静一下，感受一下，远观一下，这段关系和这个男人你都离远了，再观察一下，这对吗？
啊？非常怪啊！你冷静一下吧。友谊也很怪，每天5、6个小时的电话，什么友谊？这友谊啊？